水性 PU 一定比較高級嗎？亞克力防水芯就是便宜的次级品嗎？如果你還抱持這種觀念做防水，那你今天可能已經當了冤大頭。Hello， 大家，影片開始前，先拜托大家一件事情，請幫我們按個讚、分享。最近頻道的流量啊，受到演算法的一些挑戰，有你们的强力應援，這部影片才能推廣更多人。那我們就來開始今天的影片。近幾年，防水市場上只要產品貼上水性 PU 4個字，身價和詢問度就會翻倍。但是你買到的是真材實料的居安值嗎？還是只是買到包裝上面的行銷名詞？今天這部影片，我們直接把市面上3款號稱水性 PU 和類似性的防水塗料進行測試，數據一出來啊，只能說這個結果跌破所有人的眼鏡。今天我們用實驗數據帶你們來拆解防水選材的真實內幕。什麼是水性 PU？ 傳統的 PU 防水材多為油性的，具有良好的彈性、延展性與防水性能，而水性 PU 呢，則是以水作為分散介質的 PU 樹脂塗料，氣味較低，較符合環保趨勢。但水性 PU 啊，並非單純的是把 PU 加水，它必須克服樹脂分散穩定性、成膜性、耐水性等多項技術的改善。不是所有標榜水性 PU 的產品都能達到真正 PU 應有的性能。水性 PU 的優點：氣味較低，施工環境較友善。比起油性的材料啊，它的刺鼻味極低，適合有人居住的環境施工，屋主也接受度會比較高。彈性與延展性較佳，真正性能良好的水性 PU 在裂縫追隨性與延展性上啊，通常優於一般的亞克力防水漆，能更好的適應基面變形。較環保，以水為稀釋介質啊 ，VOC 啊較低，對施工人員的健康與生活品質環境更友善。施工相對方便，油性 PU 对水汽較为敏感，只要基面稍微有點潮濕，完工後就容易起泡、膨脹或反應異常。水性 PU 啊，相對比較好施工，也比較不容易有強烈的溶劑味。水性 PU 的缺點：保存穩定性較為敏感，容易出現沉澱、分层、增稠、菌敗等問題。因為啊，多為訂單生產啊，難以大量備貨。成膜受天氣影響大，水性材料完全仰賴水分揮發成膜。在台灣高溫、高濕、雨季長的環境下，如果濕度過高或通風不良，極容易發生發白、起泡、軟化等失敗的風險。耐長期泡水能力需特別注意，屋頂難免會有局部積水。水性 PU 如果配方不夠成熟或耐水設計不足，長期進水容易產生吸水膨潤、強度徹底下降的問題。厚塗穩定性較差，很多人以為防水塗得越厚越好，但水性材料一次塗太厚，容易導致表面乾、內部未乾的現象，反而埋下後續會起泡剝落的隱憂。市場成熟度較低，這是目前市場最大的亂象啊！許多標榜水性 PU 的產品，實際可能是亞克力改質或者是混合型，性能不一定可以達到真正 PU 的水準。為什麼台灣目前沒有成熟普及的水性 PU？ 我們詢問了2家防水材料的廠商，都得到一致的答案：水性 PU 多為訂單生產，難以大量備貨。主要原因在於庫存風險高，廠方擔心大量生產放在倉庫裡面，還沒賣掉就先產生粘度變化或沉澱報廢。原料成本昂貴，原料成本通常比一般的亞克力防水漆高。既有主流分工明確啊，台灣目前的防水材料主流能以亞克力、油性 PU、聚料、含泥、瀝青類為主，水性 PU 的需求量還不足以打破這個生態鏈。3款材料實驗數據，此次選用3款市面最常見的標榜類似水性 PU 的材料進行比較。A 品牌標榜水性 PU，B 品牌亞克力防水漆，C 品牌名稱接近水性 PU， 但實際是亞克力加聚氨酯的混合樹脂。
A 品牌平均抗拉強度為38.03，平均伸長率為508%；B 品牌平均抗拉強度為70.45，平均伸長率為295%；C 品牌平均抗拉強度為32.75，平均伸長率為292%。從數據來看 ，A 品牌伸長率最高，確實展現了 PU 材料優異的彈性，能跟隨結構裂縫，但它的抗拉強度只有38.03，在強韌度上並沒有特別突出的表現。B 品牌抗拉強度最高，強度表現優異雖然伸長率較低，但穩定性與市場成熟度是其優勢。C 品牌兩項數據皆無明顯的優勢，這證明了市場上許多宣稱接近 PU 的材料，實際上可能只是亞克力改質的彈性劑，數據上完全沒有展現出 PU 的優勢。從本次的實驗與市場現況可知水性 PU 有其彈性的優勢，但並非全面勝出。亞克力防水漆成熟穩定，也有適合的應用場景。防水材料絕對沒有最好，只有適不適合。我們的看法很明確，台灣目前市場上還沒有出現真正普遍化、成熟且穩定流通的水性 PU。丟掉對行銷名詞的盲目崇拜，防水材料好不好，不是看包裝寫什麼，而是要看實際的數據、材料的組成、耐水耐候的表現、施工條件以及長期實際完工的案例，唯有經得起數據、現場與時間考驗的材料，才是真正的頂級工法。如果你覺得這次影片對你有幫助，歡迎按讚、訂閱、開啟小鈴鐺，我們會持續帶來更多實用的抓漏防水案例。感謝你的收看。